拜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奥波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迎来频道史上最大的企划，就是导灰，拜拜。对，我要卖车了。我要换什么车呢？大家猜猜看，1、2、3，我要换新版的 Model 3，就是这么无聊。我要卖掉特斯拉，再换特斯拉，卖掉 Model 3，再换。Model 3，我要换的是换新版 RWD。为什么我会想换呢？因为我之前在路上看到很多换新版，我就觉得线条很好看，而且它又有双层玻璃、通风座椅，还有气氛灯，整个就很吸引我。刚好百忙之中，我就收到特斯拉的简讯，说年底有优惠。然后在我12月几趟出国的空档，我就去试驾订车，赶在月底前交车。你有试驾？我当然没有试驾啊，因为我试驾那天忘记带驾照，所以大家试驾要带驾照。我只是在旁边看别人试驾。对，我试乘就订车了，反正都一样嘛。主要呢，我是体验它的双层玻璃的隔音，然后座椅的舒适感也有比较好，然后它的气氛灯我觉得也不错。对，它整个悬吊也升级了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木纹饰板，拆到就回不来了。你知道特斯拉这次连那个拨杆方向灯都没有了。于是呢，我决定要换车之后，就只剩下2周。2周我要完成车辆换购、付款、领牌还有保险，这样子我才能顺利的交车。好，那我们就跟导灰拜拜，我们要迎接我们新的导令了。到了，짠！我们在 B4 交车。这次我的导令是白色的，对，免费载本人，因为白色不用加价。上次导灰下定的时候，灰色不用加价。我现在要来找我的车，一场混乱，而且刚领完全部的资料之后，就马上要开始。 256匹马力，之前是261，极低的风阻系数。官方数据换新版的续航力比前一代提升8%。导令。大家最关注的满电里程，先不卖关子了。交车后我就马上去充电，满电是438公里。那我们再回到交车现场，上次在内湖特斯拉，这次在地下室的交车中心，环境比较暗一点。今天周末好多人一起交车，你看超脏的，真的都很脏哎，他不知道放多久，没有破就好，脏可以擦。为什么这次怎么会有给电子啊？之前都没有给电子哎。我现在在检查我的导铃，它有一点脏哎，但是它里面竟然有给那个脚踏垫，我好惊讶哦，因为之前没有。它不是米其林了。简单看一下车辆外观，先开始跟着广播无接触交车。那手机的 App 都帮我先出示一下，我确认各位的手机钥匙都已经配对完了。我们现在会陆续跟各位检查一下你的手机。检查完车子了，就是有点脏，然后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公差，可能开出去才会看到。我现在要来设定我的手机钥匙了，很多地方很脏，超级脏，但是我看没有公差。现在的交付是在手机上广播，开始了。哇，我的那个雨刷跟我的排挡杆都不见了。好奇怪哦！双黄灯后视镜上面请按压安全箱栓，好像没压一样哦。它那个平的电容式的。来，3个车主打档哦。D 档则显示雨中 ，R 档，所以我要停车很难停，就要一直这样子。P 档 ，OK， 超怪，我不敢哎，我还是相信我自己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买特斯拉，都不相信它。好怪哦，这真的超怪。要多久才会习惯呢？这个，它其实还是要学习哦。要转完一圈之后呢，你才可以用 Autopilot。但这次导令学习的速度比导灰快很多，交车当天开一下，圈圈就转完了。移动座椅的时候，发现椅子往后退的时候，椅背也往后倒了一点，好奇怪哦。中间下方会看到后视镜以及方向盘的设定好了，就这样。车站。副导航规划中，超怪的，好不习惯。播的也很不习惯。交车里程是9公里，接着把握时间再次检查外观，顺便看一下别人的 Model Y。后车厢可以设定高度。好，后车厢先打开，我再继续说明。好高哦，上面都是刮痕。
好，关门外的客户来调一调。伸出你。那个椅子有一点脏，就是里面都白白的。有些地方太脏，请他们擦，还好都能擦掉。交车后我再自己擦，比较省时间。刮痕的部分因为有点多又明显，请他们处理看看。看不到吗？超多刮。这个是作为后座让。还好美容就可以处理掉。我也打算找熟识的汽车美容处理，这样比较放心。好像有比较好都没有问题就可以开走，导铃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接下来去申请新的 e-tag， 现在都是车牌式，特斯拉交车有给2个螺丝 ，ETC 可以线上终止退费或余额转移，但蛮麻烦的，每次换车都要申请一次。因为现在社区都是用 e-tag 进出，所以还是要赶快申请，这样回家停车才可以进出。完成，超快的。这次我觉得特斯拉的造车质感有感提升，虽然呢，我现在还是有看到一点公差啊，这些公差其实也是我没有觉得合理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比旧的进步很多了。首先呢，我一坐上这个座椅，虽然我没有去试驾，但我试乘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座椅一坐上就感觉有差。之前呢导灰啊，我常常开长程就整个腰酸背痛，但现在这导铃呢不会。然后我问业务，他说这次的泡棉呢就是有升级，坐上前座呢，我也感觉整个空间比较大，好像感觉离门比较远。我本来还觉得是不是门板变薄了，是不是因为它没有那个木纹饰板，然后又加上有环绕的气氛灯，所以整个视觉就有放大的感觉。然后这一次这个全车的环绕灯啊，它还可以自己调颜色，这么多颜色可以调。我当然就是选我奥波的粉红色，这个气氛灯条呢，整个就有更现代、更科技感。它的左右呢，在这个地方也有新增的盲点，所以开车就更安全。但是这一次最不习惯的，当然就是方向灯跟换挡拨杆都没有了，它这真的有点太颠覆了。虽然我已经算很能接受新东西了，但是我一开始真的还超不习惯。我觉得好像在打电动，一直在荧幕上拨来拨去，这个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才适应。刚拿到车的前2个礼拜啊，开车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换得太好了，又安静又舒服，开起来又感觉更好。但是啊，每次要停车的时候呢，就在那边拨来拨去，就会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换？所以啊，我觉得如果你是从传统车转换成换新版的话，真的要练习一下，不然你一开始应该跟我一样手忙脚乱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开1个多月了嘛，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常常开高速公路，然后要切换车道的时候，那方向灯有时候会卡住就按不下去。然后还有一次是下大雨，前面的车就忽然回转停在我前面，喇叭声变超级小声，就感觉有一点危险。然后啊，新版的后座多了一个8寸的独立萤幕，就整个后座更享受。然后这个萤幕呢，它可以调后座的空调，自己接耳机就可以看 YouTube 跟 Netflix，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就后座有载人的话，小孩应该会很喜欢哦。整个驾驶感受现在开起来就是真的有点像欧洲车、进口车的感觉了。方向盘呢也比较重一点，整个驾驶感受我觉得比旧的 Model 3好很多。之前的特斯拉呢，大家就知道一个字嘛，吵。换新版的这个双层玻璃隔音啊，确实比之前好非常多。像有时候开高速公路，那风切声明显的小很多，尤其是那个关门声，跟上一代比真的差太多了。之前导会关门啊，我明明就很轻的关，我都觉得那门要散掉了，超像货车。现在呢，这个关门声真的很好听，很扎实的声音，感觉很密合。后车厢的电动尾门致命伤也改善了，现在呢，它的左右都有电动顶杆，而且啊，它关门的声音也不像之前很像重摔这样砰一声，现在的关门声音听起来就舒服。至于前车厢跟后车厢的空间，我觉得没有差太多，但是之前的导灰啊，有一些塑胶件的部分，这一次换新版是贴上了很像绒布的东西，我个人是觉得这质感有点阳春，就因人而异。中控部分呢，我觉得改版也蛮多的，所以一些配件我也更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边，像这里啊，其实很深，所以呢，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然后我这边下面就有垫一片这个垫子，然后它也是属于比较好清洁的材质，就是如果真的很脏，你用水冲一下，它还是可以冲干净。像卫生纸啊，我就习惯放在这边，因为有时候真的要擦什么东西的时候比较方便拿。然后再来我要讲，就是我这次也有用这个中控的收纳，我觉得这超方便的，因为像是有时候忽然太阳很大，你在高速公路拿太阳眼镜的时候，我就习惯从这边直接拿出来戴我太阳眼镜。然后呢，它这个下面也是有止滑垫的，比较特别的是它这是磁吸的，所以它其实拉是还蛮好拉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感应灯，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你要找这边的东西，你开灯也蛮亮的。
然后刚刚那个收纳盒的后面啊，它这里有一个 hub， 它的供电就是车子的 Type C 的孔，然后还会附这一条线，在这边像我就接了那个空气清净机，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螺丝，你可以锁东西，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测速照相机的感应器啊，或者是说像我要拍车子，我这边就可以架一个那个 GoPro 之类的，就还蛮好用的。可以扩充。再来是这个地方，我之前导灰我也有买了一个分隔分层的，就是像这样的盒子，这样里面就可以放一些零钱啊、钥匙什么的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底下呢，我就习惯放我这个 J172慢充的转接头。然后这个也是导灰那边拿来的，然后底下呢一样，我有放一个矽胶的垫子，因为这样比较好清洁。然后我放了一个感应灯，因为晚上拿的时候其实很黑，就是拿东西会比较好找。再来是这个杯架，然后换新版跟旧版这边也长不太一样，一个洞一个洞的。换新版的呢感觉比较窄，然后呢旧的 Model 3它是比较大的，这是旧的。这是新的，长得不一样。一样呢，我会去找矽胶材质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喷到咖啡啊，或是真的不小心打翻，矽胶材质的比较好清。然后这个是我新找到的挂钩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实用，它是直接把它塞进去这里面就好了。然后它有2个钩子，像有时候啊买一些吃的啊，什么鸡排啊、豆花之类的，挂在这边就很方便。它质感很好。然后后萤幕的部分啊，这个出风口我有用一个保护，还有它这边有2个充电孔，我也有把它保护起来，就怕后面坐的小孩啊，或是有载人去把它踢脏，或是有东西掉进去。然后呢，我这次觉得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是旧的 Model 3换成新的 Model 3，你一定会很有感的，就是你入门的那个垫呢被拔掉了，它变成绒布了，所以变得超容易脏，尤其是下雨天，那个绒布就会变湿哒哒的，很恶心，而且还会有时候会有泥土，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脏。然后像我有一点洁癖，每天都看不顺眼，所以呢，我就去买那个入门的贴条。但是呢，这个安装也是一样，你的细皮嫩肉可能时候会有点破皮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到我安装的那条，它来的时候是5片，前后各1片，门侧有各1片，然后中间那一条绒布也有1片，所以总共5条。然后它这个装的方式其实不会很难，就是手会很痛而已。它背面是那个魔鬼毡，所以你就是要把它固定之后呢，慢慢的把它贴起来，其中你还要把这个胶条翻起来，把它塞进去，然后这样就完成了。是不会很难啦，有小技巧就是你要先固定前面，已经固定好之后呢，再沿着这边慢慢的这样塞到后面，不然呢，它背后那个超黏的魔鬼毡会一直黏到绒布，就很难用。这个最好2个人一起用比较简单，把那个绒布挡起来，这样子整台车呢非常容易清洁，因为你只要拿抹布擦就干净了。前后行李箱垫也很必备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用特斯拉搬家？从这里面拿出来。超级长导力真的很赞。之前导灰只有垫后车厢垫，没有装椅背保护垫，所以椅子后面很容易脏掉。最近新家刚完工，常常载东西就把椅子往前倒，有这个垫子就很方便，它有止滑的效果，而且倒下来的 Model 3容量非常惊人，能载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多。脚踏垫、行李箱垫还有遮阳帘，它都会有一点误差，所以旧版跟新版是规格不一样的。在配件到货之后，我全部都做了更新。但是啊，大家也知道我导灰没有开多久嘛，所以我旧的配件其实啊都还蛮新的。所以我决定开放奥波的车友福利，就之前导灰上2022版 Model 3的配件，如果啊你也刚好试用的话，你可以 IG 私讯我。然后我会有一些小问题，你只要答对，问我说你想要什么配件，我就直接分享给你。我也想要。一样就来回答问题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来说说有哪些是可以沿用的配件吧。打开手套箱，好，手套箱里面呢，我放了这个卡片钥匙，因为大家也知道特斯拉买来它就会给你2张这个卡片钥匙嘛。但是呢，很容易折到。如果要跟原厂买，其实这也不便宜。像我之前拿回厂保养啊，或是我给家人开，或是我把车子拿去洗车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很重要，因为我就会直接套在这个卡套里面，然后给他们。我觉得它这个卡套很好看，然后呢，质感也蛮好的。旁边还有这种可爱的吊饰，像导灰啊，其实我开了2年半，我真的超级常拿去洗车打蜡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卡套也是我觉得超好用的必买。还有啊，这个也是我从导灰上面拔下来的。我觉得啊，磁吸的手机架真的是超级方便的，
然后这个也不太会晃动，所以开车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噪音。大家有看我导灰开箱，应该知道我有换那个金属踏板，它这个规格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把导灰上面的拆掉，然后直接放到我的导令上，有没有？换了金属是不是超帅的？而且我觉得这个的止滑还蛮好的，就不太会滑。但是啊，这个真的超难拆，而且也不太好装，就是要花一点力气。然后我也推荐大家买这个摇杆，像我现在就在等充电。然后它的车机游戏其实有蛮多的，我最喜欢玩的就是赛车，需要用这个摇杆玩，就是打发一下时间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头枕也是可以沿用的。坐在驾驶座呢，就要专心开车；但是坐在副驾驶后呢，有这个头枕专心睡觉。无线打气机，我之前有分享过，我也是超常用。就是冬天很冷嘛，所以就很需要常常补胎压，用这个就很方便。充电的时候呢，我就顺便把胎压补足。它的电量其实蛮大的，把它充满电呢，我觉得还可以打蛮多次的。然后这个打气机啊，我就是习惯是放在前行李箱。雨刷。我之前的导灰有换成 PIA 的，导灰上的那个 PIA 我就拆掉了。接下来交车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贴隔热纸，这次买车太临时，没有约到交车当天就直接去贴。接下来贴隔热纸啊，因为之前一出国，所以交车之后就还没有预约到时间，不然我就是强烈建议大家都是约在交车那天就直接去贴隔热纸，因为上一台导灰我是交车当天就贴。然后导令的话，就大概开了10天左右是没有隔热纸的，还好最近蛮冷的，然后我感冒，所以其实还好。但是没有隔热纸的话，晚上开车是有一点危险，因为车灯都很亮，就会觉得旁边都特别的刺眼。这样还是建议大家交车当天就预约去贴隔热纸。和传统交车都不一样，没有业务会帮你贴好，但这样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品牌和规格。上一台 Model 3我用的是陶瓷隔热纸，好用 ，CP 值高。但如果停着不动，像我太阳天在车上拍片，就很像烤箱，热气从玻璃传下来，虽然一开动就好了，散热很快，但车子停着不动就需要强力放送冷气，不然巨热。这次试试看升级成金属隔热纸，毕竟夏天越来越热，换隔热效果好一点的，冷气节能一些，让满电里程也可以多一点。有看我之前影片应该知道，就是我的导灰是贴陶瓷隔热纸。那其实那时候贴的时候，我就有在考虑金属，但是因为我有听说金属就是会挡讯号，所以那时候就没有选金属。但是呢，是干妈跟我说，他们这个是金属跟陶瓷的复合材料，所以它就是同时有2个的优点。因为陶瓷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散热很快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在车子是在行进的时候，然后它就热会被带走。那金属的话就是用反射的，它2个原理不太一样。这个复合的材料它就是有综合2个的优点，金属的隔热效果跟陶瓷的散热效果，它的年限大概是5年，因为后面的那个除雾贴纸是环保材质，所以贴完之后不建议撕掉，因为撕掉有可能那个除雾就坏掉了。所以呢，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，决定好我就贴伽马，因为我表哥之前也是贴伽马，他也是特斯拉 Model 3，但是他之前贴的超级黑，他是贴10跟20的，那我觉得我眼睛这样没办法，所以我这次就是贴20跟30，然后我的那个车顶是贴60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染色玻璃的，那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，它本身就很黑，所以这样贴完的话，我觉得这配置还不错。我刚才有问过，不会有太大色差。它施工时间大概是要等4到5个小时，因为天窗比较难施工，那大家就要预留这个时间。贴完我们就一起来看吧。这个是60的，刚才我问它颜色有点偏蓝，然后他们说是它材料的原色就是有一点带蓝色这样，但是不会影响它的透度。好，现在这数值是364，然后这个是200系列，然后放上来。大概数值就降到很快哦，就降到88左右。这个是300，那现在一样是362嘛，那我就直接放上同一个位置，它马上就降成大概51、52，车顶的600。那现在也是363，把它放上来，就马上降成大概80左右。大家也知道，我就很龟毛啰嗦的人。然后我刚看师傅他们就很仔细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上我车都拖鞋，超干净。我觉得他们工真的算蛮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有贴过隔热纸，就是中间那个空白处留很大。你看，像这个技术很好的话，它就是缝很小，几乎是全贴到的，这就可以很看那个师傅的经验，还有对细节的在乎。你看，像这个超齐了。我之前有一台油车，就是大概留0.5吧，我觉得还蛮大的。我很烦，我还请他们帮我贴那个萤幕保护贴，因为我自己贴很烂。
耶，现在弄好了，我来拍一下里面的颜色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跟没贴的差别。车顶的颜色跟车侧的看起来没有差很多，外面看还是很帅。然后以我 Model 3的这个配置，他们有个专案价是29999，就是不到3万块这样。可能开一段时间之后再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最近还天气不是很热，我真的开了几个大热天，我再跟你们说我的实际感受。贴完隔热纸还要再装车牌架，我之前就有换车牌架，避免常走高速公路车牌掉了。之前的 Model 3和现在换新版车牌架不通用，所以也帮导令准备了，都弄好了，真好看。当初就是想换掉青蛙眼车灯的 Model 3，我觉得换新版更好看。飞机是彩绘的飞机耶！接下来呢，我准备找一天天气好，我要来帮导令换新衣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你看白色最近一直下雨，真的太容易脏了。而且它不像导灰有保护色，灰灰的看不出脏。这白色真的，一脏就很可怕。我最近呢就在做包膜的功课，等我选好膜，我再跟大家分享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或是去 IG follow 我的导令日常。那我们就下集影片见喽。